爸爸捐骨髓的那天，我也查出了白血病，我吓得直接跑了。可爸爸不仅没有责怪我，反而泪流满面的求我留下。妈妈也对我说，捐不捐都没关系，只要你能开开心心长大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其实我没告诉他们，我们小小的家里已经有个癌症患者了，实在没办法承受再来一个。于是我选择躲起来，哪怕是爸爸的葬礼，我也没有勇气露面。直到妈妈主持的白血病研讨会上，我们再次相遇，她看着躺在演示台上的我，冷笑道：“南艺，这里不是你捣乱的地方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”一旁的主持人愣住。夏医生，您认识这位大体老师？妈妈讥讽一笑。他给了你们多少钱，让你们愿意陪他演戏？主持人有些不知所措。夏医生，南艺3天前就死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记者走上台，接过主持人的话筒。大家好，我是记者柳如烟，也是本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。接下来播放我们大体老师的一段留言。台上的大屏幕开始播放画面。视频里，我戴上假发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对镜头笑着说：“看我现在还有个人样，快帮我拍几张吧。”镜头后，有个女生哽咽着，举着相机的手一直颤抖，接连10张照片都拍得模糊。我嫌弃的直摇头：“如烟姐，你把我拍得太丑了。”柳如烟吸了吸鼻子：“你答应我要好好活着，否则我就把这些丑照放出去。”我扑哧一笑：“好好好，只要你把我拍得好看。”咔嚓一声，我的笑容永远停留在相机里。妈妈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柳记者，这是学术研讨会，不是认亲现场。”台下顿时议论纷纷。这不是夏医生的儿子南艺吗？听说他和他爸爸配型成功，只要做骨髓移植，他爸爸根本不会死，可他却中途跑了。他现在跑来学术研讨会演这一出干什么？看夏医生出名了，想要钱了吧？那个大体老师不会真的是南艺吧？活该，谁让他不救自己爸爸，遭报应了。我不是不愿意捐骨髓给爸爸，而是没资格。如果可以，我愿意用自己的命去换爸爸的健康，可我连自己都救不活。听着台下的议论，妈妈脸色一变，刚要伸手去碰我的身体，柳如烟出声打断：“夏医生，请您先看完纪录片吧。希望通过南艺的抗癌纪录片，让大家真正走进白血病患者的世界。”画面切换，嘈杂的酒吧里，我端着托盘在人群中穿梭。下一秒，我将一杯酒泼向身后。能不能别打扰我工作？身后女子微笑：“你是南艺吧？我叫柳如烟，是抗癌组织的记者，现在想拍一个关于白血病患者的纪录片，只要你愿意配合我们拍摄，我们可以支付你全部的治疗费。”我配合你们拍摄，你们把治疗费折现给我好不行？女人一阵沉默，我扯了扯嘴角，鼻子忽然喷出鲜血，随即画面陷入黑暗。2024年6月2日拍摄记录。南艺，你拼命赚钱是为了给你父亲治病吗？我一脸不悦。你们背地里调查我？柳如烟耐着性子回答我的问题。你是我们的记录对象，你的基本情况我们肯定是需要事先做一些了解的。可你确定不把生病的事告诉你父母吗？我坚定地摇了摇头。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柳如烟目光略带迟疑。我压下心中的酸涩。我妈妈一天打5份工，只为给爸爸治病。如果她知道我也病了，她该怎么办？柳如烟眼眶有些微红。我吸了吸鼻子。那样她连唯一的2个小时休息时间都没有，她会死的。柳如烟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想要给我一个拥抱。我朝她摇了摇头。配型出来的那天，我在另一家医院检查出白血病，我害怕被爸爸发现，吓得直接跑了。我明明之前体检都没事，偏偏就这一天查出来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我就可以救他了。我抬起手捂住脸，没忍住崩溃大哭。2024年6月10日拍摄记录。我骑着电瓶车着急忙慌地跑外卖，柳如烟一直跟在我身后。送完手里的最后一单，我朝着柳如烟叹了口气。我都说了，我没有时间陪你们拍摄。南艺，你等等。柳如烟拦在我的车前，点开手机屏幕递到我面前。你看，我们联系了公益组织，他们已经筹集好医药费捐给你爸爸，请你相信我们，我们是真的想帮你，所以你也不要放弃自己，和我们去医院接受治疗好不好？我陷入一阵沉默，在抬头时，泪水顺着眼眶滑落。我答应你们拍摄，就当是报答你们救我爸爸。2024年6月11日拍摄记录。望着合同上遗体捐赠4个字，我忽然抬头看向柳如烟。这些视频会在哪里播放？我不想被爸爸妈妈看到，是一辈子都不能让他们知道。柳如烟立马打断我的话。南艺，你不会死的，视频只会作为内部资料使用，放心，他们不会知道。我第一次露出笑容。谢谢你，如烟姐。2024年7月1日拍摄记录。我强撑着坐起身。我可不可以不要再化疗了？柳如烟握着我的手，坚定地摇了摇头。南艺，我知道化疗的过程很痛苦，但你要相信自己，肯定能战胜病魔。我们再努力好吗？反复高烧和呕吐把我折磨到崩溃，当晚我情绪失控，用最恶毒的话赶走了所有人。事后我全在被子里痛哭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柳如烟隔着被子将我搂在怀里。南艺，没关系。我哽咽着说。我才知道化疗这么痛苦，原来爸爸一直在为我们忍受这一切。如烟姐，我好想爸爸妈妈。2024年10月6日拍摄记录。南艺。柳如烟冲进病房，声音急切，我整个人裹在被子里，剧烈颤抖。她伸手轻轻摸了摸我头的位置。南艺，你还好吗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慢慢从被子里钻出来，满脸泪痕。如烟姐，我爸爸去世了。柳如烟担忧地看着我。南艺。我擦去泪水，艰难下床。我想去送爸爸最后一程。画面一转，来到殡仪馆。柳如烟提前找人支开了妈妈。我捧着一束花走进灵堂，朝着棺材磕了3个响头，又上了3炷香。可当我走出灵堂，刚要坐上车时，妈妈突然喊出了我的名字。南艺。
不敢回头，催促司机开车。我看向右边的后视镜，妈妈跟着车小跑着追了几步，随后愣在原地。下一秒，我手机响起妈妈打来的电话，我颤抖着手按下去接键，闭上眼任由泪水落下。妈妈，对不起。2024年12月10日拍摄记录。第3次化疗结束，我的状态更糟了。柳如烟在我身边念着医院白血病康复人员的名单，我打断了她的话。如烟姐，帮我拍照吧。柳如烟愣住了。什么？趁着我现在还有个人样，把遗照拍了吧。她哽咽。你别乱说话。我微微一笑。你一定要把我拍得帅帅的。说干就干，我起身戴上假发，换上新衣服，坐在白墙面前。柳如烟举着相机对准我的脸，咔嚓一声，我的笑容永远停留在相机里。医生，快来人啊！嘈杂的惊呼声在我耳边响起。柳如烟扔下相机朝我冲来，我望着旋转的天花板，慢慢闭上了眼睛。妈妈，对不起，爸爸，我来找你了。2024年12月12日拍摄记录。再次睁开眼，我眼前一片模糊。我是死了吗？这是天堂还是地狱？南艺，你终于醒了。柳如烟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原来我还躺在病床上。我失落地叹了口气。如烟姐，下次别救我了。又开始说胡话了，你一定会恢复健康的。柳如烟紧紧握着我的手，随后从包里拿出东西。这是我去寺庙为你求的平安符。我忍不住笑出声。如烟姐，你怎么突然这么迷信？她抬手擦去我眼角的泪水。不是说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吗？我们一起再努力试试，好不好？我转头望向窗外，试图让泪水回流。好。2025年1月1日拍摄记录。柳如烟带着摄像师找到蹲在走廊角落的我。南艺，听到柳如烟叫我，我朝她做了个虚的手势，指了指走廊前方的那个背影。那个是我妈妈，她来这医院学习交流。我妈妈现在当医生了，棒不棒？柳如烟小声问我。你要不要去见她？我毫不犹豫地摇头。不要，现在她可以全身心投入梦想了，我不能耽误她。我的妈妈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医生。等妈妈的背影消失，我站起身准备离开，却突然眼前一黑，晕倒在柳如烟的怀里。南艺，你别吓我！我想回应她，却怎么都睁不开眼睛。我被抬上推床，在经过走廊时，推床和妈妈擦肩而过。妈妈侧头往后看时，我的脸部正好被医生挡住。这个是什么病人？你说那个白血病患者，已经晚期，救治希望不大了。妈妈声音透露着心疼。这么年轻，真是可惜了。2025年2月14日拍摄记录。南艺，新年快乐！我接过柳如烟递来的花束，嘿嘿一笑。谢谢如烟姐。随后我继续盯着手机屏幕，沉默不语。柳如烟突然上前伸手遮住屏幕。别看了。我摇了摇头。没事的，你不会难过。镜头对准我的手机屏幕，上面是妈妈和一个男生的合照，合照配文和我的儿子卫东一起过节。柳如烟盯着我眼睛，似乎在确定我是否说谎。我淡淡一笑。妈妈收养的这个人我认识，他曾经是我爸爸隔壁床的病友，他是个孤儿，但靠社会捐赠治好了白血病。我真心替他开心，也替妈妈开心，他们有彼此的陪伴，以后的日子就不会孤独了。柳如烟将我搂在怀里。南艺，难过就哭出来。沉默片刻后，我心里的委屈再也压抑不住。如烟姐，我好嫉妒他，为什么他可以治好病？为什么他可以陪在妈妈身边？为什么我不可以？2025年2月28日拍摄记录。我戴着口罩来到新闻发布会的现场，台上的妈妈正在介绍他们的新研究。回答完专业问题后，主持人问她：夏医生，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话想说吗？妈妈沉默片刻，声音冷了几分。南艺，我知道你肯定会看到这个新闻。我想说，你爸爸已经去世了，你不用再东躲西藏了，没人会再逼你了。柳如烟扶着我手腕的手有些颤抖。南艺，你没事吧？我眼里没有她预想的难过。如烟姐，你有没有发现我妈妈比上次胖了点，脸色也没那么差了？看来卫东把她照顾得很好，这下我真的可以放心了。话落，我朝她笑了笑。我们把花送给妈妈就走吧。将亲手包扎的花交给妈妈的助理后，我们转身离开。你们先别走，一会可以和夏医生拍大合照。助理叫住我们，我脚步一顿，最终还是留了下来。拍合照时，我小心翼翼站在离妈妈最远的角落。上车后，我放大手机里的合影，一会儿看看妈妈，一会儿看看自己。柳如烟问：南艺，你妈妈误会你，责怪你害死爸爸，你不生气吗？我摸着手机妈妈的面容，轻轻地摇了摇头。妈妈没有怪我。我将手机推出照片，点开最近的几条短信给她看。冬至快乐，妈妈给你包了你最爱的鸡蛋韭菜饺子，回家吧。南艺，最近天冷了，记得好好穿衣服，别生病了，宝贝儿子，妈妈很想你，你过得好吗？柳如烟愣住，我笑中带着泪花。我的妈妈很爱我，从来没有责怪过我，哪怕我真的对爸爸见死不救，她在台上说那些话，不过是想用激将法逼我回家。可我更希望妈妈恨我，这样就算以后她知道我死了，也不会太难过。2025年3月4日拍摄记录。南艺，你确定要放弃治疗吗？柳如烟挡在我面前，阻止我收拾行李。如烟姐，医生已经说了我的治疗希望不大，与其将生命最后的日子都浪费在医院里，不如趁着我还能走动，去做我想做的事。如烟姐，对不起，为了救我白白浪费你们这么多钱。柳如烟愣住，蹲下身将我紧紧抱住。不要道歉，是我们不好，是我们没有能力救你，你还想做什么？我陪你一起。镜头一转，来到商场，我正在货架上
上认真挑选礼物。1个月后是妈妈的生日，妈妈总是腰痛，我打算给她买一个腰部按摩仪。付完钱后，我趴在柜台上写贺卡，镜头想拍下我写下的内容，被我伸手挡住。不可以哦，这是秘密。2025年3月6日拍摄记录，画面出现一张写着字纸南艺的遗愿清单：1去看一场星星的演唱会，2设计葬礼流程，3去看一次大海。南艺，星星是老一辈偶像，你怎么会突然想看他的演唱？在我小时候，爸爸哄我睡觉都是唱星星的歌。爸爸说他从来没有看过星星的演唱会，所以我想替他实现这个愿望。我将爸爸的照片放进口袋，催促道：如烟姐，快出发，要来不及了。演唱会现场人山人海，我一只手拉着柳如烟，一只手举着荧光棒，跟着音乐扭动，大声唱歌。镜头的画面里完全看不出来我是一个癌症病人。最后一首歌结束，天上飘落彩带，所有人闭上眼睛开始许愿。在一片热闹的欢呼声中，我大声喊了出来：爸爸妈妈，我爱你们，超级爱你们。直到演唱会结束，我整个人还是亢奋不已。如烟姐，我感觉这一切好不真实。看演唱会时，我都忘记自己生病的事了，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。早知道当初就带爸爸来看演唱会了，说不定他不会那么快离开。柳如烟没有回应我，悄悄地转过身，偷偷抹眼泪。2025年3月10日拍摄记录，我和柳如烟一起去了墓园，在里面走了一圈后，我指向离爸爸最远的一块空墓地。就这里吧，我很喜欢这个地方。柳如烟咬了咬唇，犹豫再三，还是开了口：你爸爸旁边的位置还空着，要不选那里吧？钱的事你不用担心。我摇头，神情突然认真。不是钱的问题，我不知道我能活多久，至少能埋一时埋一时。我不想让妈妈来看爸爸时，发现我也躺在旁边。柳如烟哽咽：你别死好不好？我轻笑了一声：那等我下去和阎王打个商量，你晚点火化我的尸体。南艺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好了好了，逗你呢。2025年3月27日拍摄记录，这次画面背景来到海边。南艺，你刚刚开的玩笑一点都不好笑，你知不知道我们都被你吓死了？要是你再这样，就不准离开医院了。我露出无辜的表情。我不想死后大家觉得我可怜，所以想调节下气氛嘛。好了，我答应你，下次不会这样了，你别生气。柳如烟无奈又气愤：算了算了，都依你的。我嘿嘿一笑，擦去眼角的泪痕，对着镜头说：妈妈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看到这个视频，但我想告诉你，我真的有努力和癌症抗争。原本想等我治好病了，再把这一切都告诉你，可我治不好了。医生说癌细胞扩散的太快，太晚了。我一点也不想死，我害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，害怕死的时候会很痛苦。说完，我开始止不住落泪，最后情绪失控到逃离镜头，镜头没有跟上来，只是远远地拍着我的背影。半小时后，我抱着一个椰子重新出现，一边喝一边说：这个椰子汁真好喝，今天已经喝了3个。如烟姐说这是最后一个，不让我再喝，不过我打算晚上偷偷。话还没有说完，我嘴里突然涌出鲜血，画面陷入一片混乱，随即漆黑。2025年3月28日拍摄记录，屏幕再次亮起，此时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身上插满管子，我努力地张口说话：妈妈。柳如烟凑在我耳边，眼泪砸在我的脸上。南艺，是要找妈妈吗？我眼神涣散，嘴里却依旧重复着：妈妈。柳如烟拿起我的手机，拨打妈妈的电话，在接通的那瞬间，立马递在我耳边：南艺，喂，你说话啊。听到耳边妈妈的声音，我眼角缓缓划过泪水，下一秒，我的心脏停止跳动。柳如烟慌张地按下呼叫铃，低声围住我，努力抢救。她不停在我耳边呼唤：南艺，你快醒醒，你妈妈接电话了，你睁开眼睛好不好？你不要放弃。直到医生无奈宣布死亡，她还抓着医生的手哀求：再试试好不好？她不想死，她真的不想死。医生只能摇头，一旁的电话早已挂断。柳如烟哭得悲痛欲绝，拿起手机再次打了过去。妈妈的声音抢先从电话里传了出来：南艺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耍我好玩吗？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，你次次挂断，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妈妈？你为什么不愿意救你爸爸？柳如烟刚要开口，妈妈身边响起一道催促声：夏医生，2号床病人大出血，你快来。随后电话被啪的一声挂断，视频到这里彻底结束。会场里，妈妈脸色惨白，攥紧话筒的手微微发抖。这大体老师真的是我儿子南艺？她盯着柳如烟，不敢相信刚刚看到的一切。柳如烟深吸一口气，哽咽道：是的，他就是南艺。妈妈手中的话筒掉落在地，音响里发出一声刺耳的巨响，台下人瞬间捂住耳朵。妈妈跌跌撞撞地朝演示台走去。南艺，我的儿子。在掀开我身上的白布那一刻，他的身体瞬间支撑不住，跪倒在地。最后在柳如烟的搀扶下，他才重新站了起来。他伸手摸着我的脸，泪水不断滑落。南艺，妈妈在这儿，你睁开眼看看妈妈好不好？妈妈给你包的饺子还一直在冰箱里冻着，就等你回家吃呢。你是不是在和妈妈开玩笑？妈妈知道错了，是妈妈误会你了，不生气了。起来和妈妈回家，好不好？台下的众人看到这一幕都忍不住落泪。主持人正要上前安慰，却被柳如烟抬手制止。给他一些时间，他需要彻底释放情绪。妈妈此刻像是和外界的一切都隔绝了，眼里只有我。南艺，你这个傻孩子，你怎么能这么傻？最后的时间为什么不让妈妈陪着你？都怪我，我明明知道你是多么好的孩子，为什么我没有多问几句？为什么我没有主动去找你？我怎么当妈妈的？最后他跌坐在地上，捂着脸嚎啕大哭。片刻后，柳如烟轻轻将他扶起，带去休息。
并递上几张纸巾。等妈妈情绪稳定后，柳如烟才缓缓开口：“夏医生，3天前最后一通电话是我打的，我当时一时冲动想告诉你南一死亡的事，可我答应过他要保密，不会告诉你，但这是我的私心。我不想他走后还活在最爱的人的误会里面，也不想听见别人口中的他是个白眼狼。他值得我们所有人尊重，所以我选择了以这样的方式把真相告诉你们。”妈妈抬起头，双眼红肿。柳记者，南一他走的时候很痛苦吗？柳如烟轻轻摇了摇头，从包里取出我的手机递过去。南一死之前给你录了一个视频，他说如果你知道了真相，就让我拿给你看。妈妈接过手机，颤抖着点开视频，画面里是我对着镜头的一张大脸。妈妈，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已经死了。当我知道你成为白血病医生，我就知道这事就瞒不住你了。你一定要继续努力，希望将来你可以救下很多像我和爸爸一样的白血病患者，让他们恢复健康。记得告诉卫东，我很喜欢他这个弟弟，只是很可惜没有机会听到他喊我哥哥了。还有，你要答应我不准哭了，要开心、幸福、健康的生活下去。下辈子我和爸爸还要做你的家人。屏幕暂停在我大大的笑脸上，妈妈将手机贴在心口，泪水顺着眼角滑落。南一，妈妈答应你。看到妈妈起身，柳如烟也跟着站了起来。夏医生，关于开头你说是惊喜还是惊吓的问题，现在我回答你，我觉得是惊喜。你们之间的误会解除，南艺没有背叛亲情，你也没有放弃他，你们都在以自己方式爱对方。而且今天不是你一个人的战场，南艺也在台上一同陪着你，你们将一起推动白血病研究发展。妈妈对着柳如烟深深鞠躬，谢谢你，柳记者。她再次走回台上，这次她的脚步稳重，背影坚定，仿佛蕴藏着无限力量。这次研讨会完美落幕，妈妈高超的技术和细致的讲解，让台下的医学者收获满满，得到学术界一致好评。经过妈妈同意，我与她的故事被剪辑成纪录片，在网络发布，引发无数关注与讨论。我的坟墓前摆满了各种零食和鲜花，这些来看望我的朋友都是看过纪录片的人，他们有的心疼我的遭遇，有的说我太傻，还有的调侃说应该请他们帮我修图，说我的遗照没有还原我的帅气，要是我还活着肯定会开心的笑得肚子痛。妈妈带着卫东来看望我，卫东给我上了3炷香，然后放下一束鲜花。哥哥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替你照顾好妈妈，你在另一边也要照顾好自己。妈妈伸手点了点我遗照上的额头。你说你非得待这么远，等你见到你爸爸，看他怎么说你。说到这里，他眼眶泛红。南艺，妈妈再哭最后一次，好不好？2025年4月3日一早，门口响起了门铃声，派送员送来一个包装精致的按摩仪和一张贺卡。妈妈打开贺卡，上面写着：妈妈，其实我没死，我穿越到另一个世界了，在这里我活得很开心，所以妈妈也要开心的活着哦。